头发做成储物柜，随时都有狮子、老鼠出来的生活，竟然是早期欧洲女性梦寐以求的。维也纳风流意识中有写道，女子的头上有一艘艘军舰，一座座娱乐园和一只只关野鸡的笼子，叫外国人万分骇异。你应该有留意到，以16到18世纪欧洲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总能瞧见头戴假发的男男女女。而这背后隐藏着欧洲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1492年，大航海时代的业内标杆哥伦布登陆加勒比海的巴哈马，收获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带回了一种不可描述的传染病——梅毒。随着船员返回后和当地人的深入交流，梅毒也在欧洲蔓延了开来。由于当时的医术十分有限，一旦有人感染，医生通常会用水银擦洗或者熏蒸，效果是有一点，但却无法根治，反而伴随着一个副作用——脱发。所以在当时，一旦有人秃头，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人作风有问题，这对于10人9秃的欧洲十分不友好。所以法国国王路易13和英国国王查理2世在察觉到自己秃顶时，就早早地戴上了假发。太阳王路易14相较路易13更胜一筹，号召了48个师傅为自己秘密打造假发，甚至成立了假发制造行会。和路易13不同的是，这个儿子是真的有花柳病。贵族间有样学样，假发就这么流行了起来。所以假发对于当时的欧洲贵族来说，就相当于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脱发或患有花柳病的事实。而这时女性还不怎么佩戴假发，只是把自己的头发盘起来。直到1772年，玛丽王后登场，假发直接成了整个法国的时尚风向标。玛丽王后和她的设计师罗斯将大裙摆的洛可可风华丽礼服带去了贵妇圈。为了打造出和礼服相匹配的发型，法国贵妇们开始倒腾起了假发。此时，头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利用事物来装点，而是成了表达情绪或者展现时势的手段。比如法国在海上战胜英国取得霸权时，玛丽王后就在假发上应景地插上了一艘帆船模型。为了保证这些奇特的装饰能稳固在假发上，玛丽王后的假发也越做越厚重，越戴越高，一度高达90厘米。在玛丽王后的认可下，所有的贵族女子都开始顶着高高的假发出行。为了追求美的极致，即使狮子在头发里做窝也得忍着。不夸张地说，涂满猪油定型的头发有时还会吸引到老鼠。看到这么抓马的场景，我只想说，这奇特审美的造型也注定只是流行于贵族之间的小众游戏，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干净、清爽和蓬松才是大多数人对于头发的日常需求。想拥有一头自然、健康又蓬松的头发真的不难，选到对的洗发水才是关键。就像我最近在用的这款意大利沙龙级洗护产品，主打深海海洋水，配方富含微量元素，像镁、钾、钠都能对头发起到保湿的作用。硅元素则是能强健发根，改善掉发问题。里面的氨基神经酰胺还能用来修复发丝，补充营养。重点是成分温和，没有刺激性的发泡成分，上头搓一搓就有绵密的小泡沫。洗完后，头发很容易就能呈现自然蓬松的状态，吹干后自带高颅顶的效果。对于我这种油性发质、爱掉头发还容易塌发型的人就很友好。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终于体会到3天不洗头还能拥有高颅顶的快乐了。现在我们回归之前的话题，为何当时风靡整个欧洲的假发时尚最终又销声匿迹了呢？古时有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贵族们精美的发型、华丽的裙子、闪闪发光的宝石，其实都是平民的血肉铸成的。当时贵族们随便一顶假发就要花费65000欧元，足以抵得上普通家庭几年的生活开销。凡尔赛王宫里在夜夜笙歌时，大街上多的是吃不起饭的普通民众。1789年，革命浪潮汹涌而至，国王路易16和玛丽王后成为了清算的首要对象。贵族极尽奢靡的生活及假发时尚，也随着国王王后的斩首戛然而止。